好嘞，各位，那从这一小节开始呢，咱们就来正式的学习 Vue 3里边的这个组合式 API。如果之前有接触过 Vue 2的同学呢，就是你写过那些选项式 API 的同学，那其实你往这个组合式 API 切换呢，也是比较容易的，非常简单，你就能上手。那可能有一些同学说，老师，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Vue 3，我能不能直接就学习这个组合式 API 呢？当然也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呢，个别的地方你需要稍微的理解一下它也不难。好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 3.2 环节。大家看一下我笔记里边这个章节的名字叫拉开序幕的 Setup。为什么要学习 Setup 呢？因为我们要知道Vue 3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组合式的 API 呀？就这些组合式的 API 几乎都要写在 Setup 里面。所以个人建议学习 Vue 3的第一步就是学习 Setup。如果你没有在最开始把 Setup 拿下，那你后边只能是越学越乱。来，那我们看一下笔记先读绿色框里的这些就够了。说 Setup 呢是 Vue 3中的一个新的配置项，它的值呢是一个函数。OK， 就读到这儿，我们来写代码去。回到这个里边来，打开刚才的 APP， 还有这个 person。那接下来呢，我把这个代码呢进行一下精简。首先回到 APP 里边来我不想再写这些你好什么这些东西的了。来，先启动一下这个脚手架run DV， 写多了吧，它容易乱打开一下。那你看，确实有一灰色的，有一蓝色的，对吧？但接下来呢，我想用最简单的代码去给大家讲东西，所以 APP 我就不再凸显它了。这个灰色的去掉了，你好也去掉。好，回到这个里边来，找到 APP 这儿。那这个 div 呢，我就不要了这 H1 呢我也不要了，这缩进的调一下，这些样式通通都不要了，让代码干净一点。然后这儿呢 Vue 3有一个小升级，正好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块它是可以这么写的。大家都知道，在这个 Vue 2里边呢，你不能这么玩，你不能出现多个跟标签如果有多个，必须再拿一个跟标签给它包起来。但是 Vue 3里边可以写多个跟标签那比如大家看这3个 person 是不是都出来了？这个小升级大家要知道一下。好了，那我还是呢留下一个。好了 ，APP 呢我就再也不看了，主要我们观察的就是这个 person。我把这些东西呢先收起来一下，来 data 收 methods 收。大家都知道这里边配置的是数据，这里边呢是方法，来把这儿呢也收起来。刚才笔记里边告诉我们说 setup 是什么？是一个全新的配置项。也就意味着这个 setup 呢和这个 data 呀，和这个 name 呀，和这个 methods 都是哥们儿，都是兄弟。所以说接下来你要写 setup 的话你得这么写，逗号一补 setup。好，它的值是什么？是一函数。OK， 就写完了。那它有什么作用呢？那我们来打开这个 data， 给大家呢截个图来走。这个呢是属于在配置数据，最主要的是这是什么写法呢？这是 Vue 2里的选项式 API 写法。好，那给大家呢截个图，给它飘在这儿，一会儿呢形成一个对比。那同理，我把这个 methods 也给大家截个图，从这儿呢到这儿走，这也是什么写法Vue 2里的写法，这也是选项式 API 的写法注意各位，这个选项式呢，它也叫做配置式一说选项式、配置式，其实指的都是啥呀？都是 Vue 2的写法。好，那我在这儿呢来个括号写在这儿，在这儿呢再给大家来一个小箭头吧，这就是属于 Vue 2里的写法。来，这文字呢移动一下，好了，放在这儿。那 data 我就不再写了，好了，给它飘起来。也就是说，这么写数据，这么写方法，这都是选项式。那既然都要写组合式了，所以数据就不应该再配置在 data 里了。准确说 data 这配置项都不应该有了，来删掉。methods 整个这配置项也不应该有了，来也给它删掉。那问题是这都删了，我这数据和方法写在哪儿呢？你看这都飘红了，对吧？读这些数据，读这些方法它没有那我们一点点来，先把这3个按钮呢给它注掉，咱先不读方法，咱先读这2个数据。好了，那接下来开始写数据吧。怎么写呀？简单，你平时怎么定义变量，你在这儿就怎么定义数据。好了，写上注释叫数据。那怎么写呢？ name age tile 是吧？3个数据直接来吧。let 一个 name 等于写上张三。好，继续复制2行，这个呢是 age， 这个呢年龄是18岁。那这个呢再给它改一下，这是 tile 随便来一个电话吧，13812345678。OK， 恭喜你，数据就配置完毕了。但你仔细观察，这数据的颜色是灰色的，是吧？那颜色有点淡。最主要的是这块依然在飘红，那也就意味着你直接写这些数据，模板里边是不能使用的。好，那如果你不信的话呢，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来，回到这边，你看年龄姓名是都没有的。那怎么能让这个模板里边去用到这2个数据呢？很简单，需要你在 setup 里面写一个返回值。好，那我直接来 return 一个什么呢？对象。比如说我这么写大家猜猜什么意思 ？a 冒号 name 再来一 b 冒号 age， 你返回了一组 key value。好，那接下来这些 key 就都可以在模板里边直接去呼唤了。呼唤出来的值就是这个 key 所对应的 value。比如说姓名这儿我写 A， 年龄这儿呢我写 B， 那最后你看到的其实就是张三18岁。来，右键控制台呢一直给它开着，回到这边刷新一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周老师刚才我好像看到有问题刚才呢是这样，我呢这儿写的还是 name， 我这儿呢写的还是
age， 然后我就摁下了保存键，那在这就有这2个警告，是吧？然后你就只能把它改对了，这是 A， 然后这块呢是 B， 然后呢一保存回来就正常了。由于脚手架呢是局部刷新，它不做整体的刷新，所以说这些警告和错误呢可能就残留到这儿了，大家只要刷新一下就可以了。好了，回来完事儿，数据呢我就搞定了。当然了，这块非得写的这么恶心吗 ？A 冒号 name 没有必要啊，直接来一个 name， 这儿呢直接来一个 age， 巧了，触发了对象的简写形式。好，那这块直接就是一个 age 就可以了。那所以说上边这块呢来改一下 name， 那这块呢是 age，OK， 回到这边刷新一波没有问题。好，那说老师这个你不交出去吗？其实交不交出去，这就属于交出去哈。你交与不交取决于你模板里边用不用。很明显，我的模板里边只用到了姓名和年龄，我没有用到这个电话嘛，所以呢这个就不用交出去。当然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也可以给他交出去也没问题。那在这儿呢我就先不交出去了。好，那数据呢我们搞定了，那方法呢？来把这3个呢给它解开，走。那很明显这3个都飘红，对吧？没有这3个回调。说老师那我不写呢，刷新一波，你点没有任何效果，它找不到这个回调啊，主要是它也没报错。所以接下来数据写完了，继续走，你写什么呢？方法来写上。当然了，你不能在这儿写东西啊，你在这儿写的所有的东西，你在 return 的后边它都不奏效了，代码结束了，对吗？所以说在这儿写来一个注释，写上，这叫方法。方法呢也很简单，你就直接写函数就可以了。好，来参考着这边这3个change name、change age、show tile， 好，这3个给它写一下。这个 data 这块呢，我就给它飘到旁边去吧。好，回到这边开始写方式，定义一个函数叫做 change name， 走，然后呢多复制几份，再来。这个呢叫做 change 的是 age， 这个呢不是 change 什么了，是展示电话，这叫做 show tile。 OK， 好，那这里边怎么写？相信有 Vue 2基础的同学呢肯定会想，老师简单，这儿怎么写啊？那我这儿就也怎么写呗。很容易你就写出来 this 点 name 等于一个啥。那这时候你发现这 this 飘红的原因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Vue 3当中啊，它在这个 setup 里边根本就没有给我们维护这个 this， 你是不能在 setup 函数里边用这个 this 关键字的。说老师那我就想用，那你就想用呢，咱们就试一下，先把这句话注掉。我在最开始呢上来就给你打印一个东西 this， 然后大家观察一下这 this 是什么啊？前面呢我给你来几个艾特符的这个分隔吧，让你能看到它，逗号一写。好，回到这边大家自己看，刷新一波，它是啥 undefined， 所以说甭要想着在 setup 里边去用 this。 好，赶紧把这个注释呢给大家写上，叫做 setup 函数中的 this 是谁呢？是 undefined， 所以不要尝试在 setup 里边去写 this， 这是不可以的。那问题是这儿我得怎么写呀？很简单，其实这就是咱们的 JS 基本功，这变量就在这儿呢，这方法就在这儿呢，你不就想改这变量吗？那直接写就得了。比如说在这儿来一个 name 等于张，来一个杠3，这不就得了吗？好，那继续，同理这年龄想改那怎么写呀？ age 直接来一个加等于1不就得了吗？对吧？不就是一个函数在读取外部的变量吗？好，那这会儿也简单，直接来一个 alert 展示一下啊，直接写这个 tile 就可以了。好了，那把这方法呢也给它挪到旁边去。好，那为什么都是灰色的？简单，由于这会儿你没有交出去啊，这个返回值呢通俗点讲就叫交出去。如果你不交出去的话，那你这3个还是没有着落的，还是找不见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把这些都交出去。好了，逗号直接来，再来逗号写上 change age， 这会儿再来，这会儿呢是 show tile。 OK， 那就这一句话你就把数据和方法呢都交出去了啊，那模板里边呢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啊，刷新一波啊，数据肯定正常展示，对吧？那接下来我点击这修改名字，你就会发现有点问题啊，好像不好用啊。那改年龄呢，好像也不好用。那看一下联系方式吧，走，这还是没问题的。说老师这怎么回事呢？那你点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到底掉没掉呢？应该是掉了。好了 ，console log 1 console log 2 console log 3，我给大家分别打印这1、2、3，让大家瞧瞧啊。回到这边来，刷新一波，你看我点名字的时候，走，那1是不是打印了？好，清掉。我点击修改年龄的时候，2是不是也掉了呀？好，那看联系方式的时候，这3是不是也掉了呀？好，那问题来了，就是修改名字、修改年龄，它为什么不变化呀？来，回到代码里，它到底是改了还是没改呀？简单，各位，改没改的吧？你自己打印一下嘛，在这儿 console log 谁 age， 你瞧瞧，修改完名字我就打印一下，修改完年龄我也打印一下，你看看不就得了吗？好，回到这边刷新一波，我点击修改名字，大家看啊，3、2、1走你，你看改没改？改了啊。那年龄呢？3、2、1走你，怎么样？是不是也是19？那问题是页面为什么不变化呀？这儿呢就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了。我们当时呢在定义数据的时候，就在刚才写这数据的时候，你如果直接这么写变量，那其实这数据啊它不是响应式的。什么叫响应式？就是后期它如果变化了，用到它的地方会自动更新，这就是最通俗的解释响应式。如果你这么写，它不是响应式的啊。所以说把这注释呢给大家写上，来一个注释叫做注意，此时的 name 不是响应式的。好，那把这个呢复制一下，这儿也写一下，这是此时的 age，
也不是响应式的。这会儿再来，此时的什么呢 ？tile 也不是响应式的。但是大家知道哈，这个 tile 啊是不是响应式的，这其实无所谓，各位，大家觉得呢？因为我不改它呀。因为我的页面上改过名字，改过年龄，那联系方式我没改过，我只是查看一下，对吧？哎，所以说它是不是响应式的不重要。说老师，那我知道了，你接下来肯定会教我，那这么写它不是响应式的，那得怎么写它才是响应式的呢？哎，注意了，这会儿不在这一小节提，因为呢是这样啊，各位，我们必须得保证把 setup 整个都讲完了，然后再给大家讲这个响应式数据。如果说现在我们扭过头来就去给大家讲这个响应式数据怎么定义，那你就发现涉及到2种定义方式。那2种定义方式讲完了，那你又面临5种监视的写法，那这事儿就彻底乱了。也就是说，你学了这么多东西 ，setup 语法堂还没学到呢 ，setup 还没学完呢。来吧，我们总结一波。那也就是说，原来这种选项式啊 ，Vue 2里边写法的这个绿色的这些数据，现在都变成什么了？直接定义的这个变量。好，那再来，原来 Vue 2里边这个选项式的这些方法，那在这个 setup 里边呢，全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函数就可以了。然后呢，这儿还有这么一个小点啊，我看刚才呢在直播间弹幕里边有人问，其实我原本没有打算在这儿讲啊，那既然大家问了呢，我就简单提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 setup 函数呢执行的时机。那这会儿呢，需要你回忆一点点 Vue 2里边的知识，就是在 Vue 2里边第一个生命周期钩子是这个叫 before create， 哎，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了。可能如果没有接触过 Vue 2的同学会觉得，哎，老师有点怪呀，这是什么东西啊？简单说一下，这是生命周期。后边呢，我们也会详细的讲啊。那在这儿呢，我们来一个 console log， 比如说呢，写一个 before create 吧，放在这儿。那在这个里边呢，我 console log 打印一下 setup， 哎，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他们两个的执行顺序呢，刷新一波是这样的。setup 变得更加优先了，也就是说 setup 所执行的时机比 Vue 2里边的这个 before create 这个钩子还要早。来，回到代码里，我们把注释呢给它变得再精简一点。那这个呢我就不留了，把这 add 符呢在这儿也给它删掉，这块也删掉。然后呢在这儿写一下 setup 中的函数的 this 呢是 undefined， 然后补上后半句话啊，叫做 Vue 3中已经开始什么呢？叫做弱化 this 了。然后这会儿呢也给它变得精简一点啊，不写的这么多次了，把这些呢这块给它删掉。在这儿呢简单的调整一下数据，这个原来是写在 data 中的，哎，此时的 name 还有这个 age 还有这个 tile 都不是响应式的数据。然后呢我们把这个1、2还有这个3呢也给它删掉。然后在这儿呢做一个再次的说明，写上叫做注意这样修改 name 页面呢是没有变化的。然后在这儿呢，再给它加上一句话，叫做 name 确实改了，但 name 不是响应式的。然后把同样的注释呢，在这儿复制一份啊，放在这里。然后这会儿呢也复制一份，但是这回呢不叫 name 了，那我就都选上吧。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改成写上这叫做 age。好了，那这一小节呢我们停。